有没有关注今年 OPPO 的选手？今天的这一位绝对是顶流选手，假期前早就开始预热了。绿厂这一次准备了新的屏幕、新的外观、新的系统，还说想要联动 iPhone。这一台就是最新发布的 OPPO Find X8。 我估摸着 OPPO 造这一台手机的思路可不是什么 X7 迭代，而是塞进去的一连串绿厂可能要用1整年的新思路，一条在系统上，另一条都藏在这个页面里。知道你很急，但这个外观实在是没有办法忍住不了。今年 OPPO 的标准版变了一整个设计语言，有点古味儿。去年还是曲屏机，今年 X8 直接强力去油，边框立起来，黑边猛猛收窄还等宽，效果超级好。外观再搞一个可爱的粉色，还把重量干到了这个数。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个电池，这合理吗？而且这个镜头模组的凸起非常的克制，很难想到这里面居然还能塞进一颗3倍的潜望。先说说绿厂今年的新思路吧。谁说硬件进步就一定要比解析力、拼画质，然后加新功能 ？OPPO 这一次更想做的是用更强的处理能力，让相机一进入就变得好用。确实啊，现在谁还记得以前夜景啊、HDR 这些是要用手动开的？你可以直接在普通模式里默认把 Live Photo 打开，甚至不影响你添加滤镜，这样你相册里的每一张照片按下都会有动的效果。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们还在里面融入了一个抓拍功能。这可不是要手动进去的那个运动模式，而是在你平时简简单单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就自带抓拍。这时候你再想想 Live Photo， 还能再往前调几帧，等于是给抓拍自带保底效果了。而且这一次 OPPO 还给了一个非常无脑的连拍，不需要任何的入口，只要这样子按住不放就可以拍。而且这可是带算法的连拍，完事了以后在相册里面调一下，选出想要的就能用。我觉得这一次默认的抓拍和 Live Photo 想做的其实是一件事情，把动态的瞬间留在相册里，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甚至是直接录制视频也比不了的。还记得一开始说的那个薄薄的3倍潜望长焦吗？刚刚说的 Live Photo 还有抓拍它也有。而且这一次还加入了新的 AI 算法，用来在极限距离提升清晰度。对于只有1颗长焦的标准版来说，还是挺需要的。60倍长焦外会自动开启，开和关的区别还挺大的。而且这一次的 AI 我真的要说，先别急着捏鼻子，绿厂这回绝对是下定决心要整个大的。先聊一下相册里面的 AI 们，超清像素，顾名思义就是把模糊的照片处理到清晰。如果从网上下载的壁纸放大之后不够高清的话，处理一下给手机用就刚刚好。去除拖影，其实就是可以减少照片里一部分运动模糊的效果。我收到一个贼好玩的表情包，然后我们可以进这个编辑里面用 AI 去拖影。怎么感觉它去完之后更糊了呀？图像消除这个老熟人了，只要一圈 AI 就会猜测你想要消除的对象，自己处理，唰的一下就没了。而且它这个动画还挺显快的。消除反光非常有意思，可以识别到画面里面可能是反光的部分，然后去掉，效果就很神奇。我这里有个逆天工坊，这都能处理。不知道你们平时会怎么处理拍完的拍立得？会在处理它们之前用手机拍照留个档的举个手。不用手机翻拍拍立得真的比拍拍立得本身都难，反光太暗，甚至感觉都不够清晰，一堆的问题。我也事先偶然试了一下，这个去反光的效果相当的不错。这下够格进我的相册里面吃灰了。如果说只是这几个功能本身，那我觉得姑且只能算是个升级。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这些功能可以互相叠加，而且编辑完的照片它会问你是否需要保存原图，就算你选择了覆盖之后，你依然可以随时在相册里面还原回来，还是那一张带实况带 HDR 的原图。而在相册里面浏览的时候呢，它还会自己识别到你的照片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处理，这样连点编辑这一步都省了。OPPO 这波更新想做的就是让你在想拍的时候就直接拍。你想想看，他们都做了什么？抓拍、Live Photo、后期编辑，甚至让 AI 来救，就是让你在拍照的时候只需要做按下快门这一件事情。除了拍照和编辑 ，ColorOS 把 AI 塞得到处都是，简直是随手就能够到。拍照页面长按一键叫出小布，你可以问这是什么？刷东西看到喜欢的，可以一键问小布在哪里买。甚至看到了合适的图片，一键就能让小布生成朋友圈文案。如果想要具体一点，还是一键呼出小布，点一下这个就可以圈起来互动。这时候再看看 iPhone 16的期货功能，简直是天连输出。而且每次叫小布出来，它高低都会给你整几个推荐话题，你还很难忍住不点进去看看。快进到出一个防沉迷模式，好吧？
不只是 AI，ColorOS 也变了不少。小布直接换了一套皮肤，互传可以这样发起 ，VIP 模式也不用默认开启。好家伙，搞这么严肃！更离谱的是。OPPO 还给自家手机做了一套磁吸配件，手机本身不带磁吸效果，但让这个定制的手机壳就可以配合起来用了。哎，等等，知道你们想说什么？但你看，只要 iPhone 下载一个 App 打开，就可以在分享页面看到了，剩下的嘛，按提示来就行。ColorOS 15这一次在动画上面也费了大力气，充电动画是能端的，指纹动画也能端。这一次还有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两段动画可以并行来跑，这个对比起来区别还是挺明显的。作为标准版，其实 OPPO 这一次给 X8 的配置也没那么标准 ，IP68、IP69 都在，50瓦无线充也给了，电池也给的不小。而且这一次我觉得最大的亮点，这块直屏日常能用到的手动全局亮度是897尼特，全屏激发亮度1870尼特，还是很不错的水平。性能试了一下，30分钟最高画质原神，贴着60帧跑没有什么问题。聊到这儿，机子也看得差不多了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 OPPO Find X8是一台很有意思的标准版，在它身上你能很清楚地看到绿厂打算今年要迈进的尝试，把普通的拍照和录像变得好用，把 AI 彻底抬到日常会用的程度，打通 iPhone 和互联互通的体验，甚至包括硬件。再扭转一下 ColorOS 在一部分人眼里不好的印象，有点期待今年绿厂后面的产品到底能拿出什么样的表现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